Hello，大家好，今天是11月2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见面啦。特斯拉在上涨后出现了2天的震荡，而当下的行情，特斯拉来到了重要的变盘时间窗口，这里要么出现中期的高点，要么是一个中期的低点。阿哲今天会从时间和空间2个层面告诉大家特斯拉目前技术面怎么去看，它未来大概率会怎么去走。而英伟达在周三盘后财报公布，目前这一份财报我们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在真正的大佬眼中好像还没达到预期，所以在盘后出现了回落下跌。那难道英伟达它真的要完了吗？阿哲会告诉你究竟应该怎么在接下来的交易当中去更好的去操作英伟达的点位。那么除此之外，阿哲会在本视频再讲一讲有关比特币相关的几只个股，目前是继续看涨，还是要获利了结？而接下来还有最后的是谷歌以及亚马逊，我们进行持续的日常的趋势跟踪。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依旧能够提供帮助。我们来到今天的大图版，我们先看到今天的视频目录。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来到了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09期。我们在本视频会分为3个部分来进行讲解。第一部分呢是纳斯达克指数的观察，会从2个方面，一个是价格层面，用3日新值反转告诉大家这一根阴线为什么阿哲当时会看它是一个底部的形成。第二呢是空间的测算，当前的市场重要的空间点位，以及今天出现什么样的 K 线会出现未来的看涨和看跌。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讲一下美股的纳指市场观察。第二部分开始，我们开始个股的解析。我们会针对特斯拉的时空技术进行一个分析，以及英伟达空间点位的解析。第3部分呢是其余个股，比如说比特币相关以及谷歌和亚马逊的个股解析。这是今天我们的所有内容。如果您在观看本视频时觉得时间过于的长而很难去完全的观看结束，那么可以通过下方的时间轴，你可以跳转到你最需要观看最先了解到的内容。在左侧这里有一个时间轴的一个3角，在下方播放按钮旁边点击之后，你可以看到本视频当中阿哲所设计的所有内容，你可以优先找到你最想收听的内容。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部分。所谓的3日新值，那么是用于上涨回调当中。比如我们看到图表当中，如果你发现你手中的股票处于一个固比均线的多头，固比均线呢就是 GMMA， 在大家的软件上应该都是有的。那么这一个指标，只要上方的短期成本线在上，中期成本线在下，就可以说是一个均线多头，趋势多头。在这种情况下，股价回调怎么发现它会见到低点？它容易出现底部的上涨，而且未来大概率是强势上涨。这就是我们的3日新值反转去解决的问题。那么当股价出现了一个高点，我们可以把高点画为0号 K 线，0号 K 线的低点画线。大家注意了，如果你是新同学，第一次收听阿哲的视频，那么这一个知识点阿哲简单的去过一遍，你尽可能的去把它掌握。这里是0号 K 线被一根下跌的 K 线出现了低点的击穿，它就是1号的新值。而1号 K 线的低点如果再次被下跌的 K 线所低点击穿，它就是2号的新值。以此类推，2号 K 线的低点它再次被下跌的 K 线所击穿，就意味着它是3号 K 线新值。那么在高点后的下跌，如果出现了3号 K 线新值，那么这种下跌如果是强势的回调，它应该见到一个低点。因为股价的下跌创新低，它代表的是一种空方动能的宣泄，是一种空方动能的释放。而在这一个方法的逻辑当中，就是股价如果处于强势的市场，那么下跌创新低，空方的释放一般不会超过3到4次。那么有同学可能比较疑问，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吗？如果平时我要去使用，应该怎么去做一个低点后的买进呢？阿哲用纳斯达克指数的某一些行情为大家做一个举例。我们看到这一波行情是不是也是处于固比均线上涨后的回调？回调当中出现了一个高点，0号 K 线出现，那么低点被下跌 K 线击穿就是1的低点再次被下跌击穿就是2的低点再次被下跌所击穿就是3。
好，3号 K 线出现，我们说它有机会见到强势回调低点。那么这一个低点怎么去买进？我们需要关注的是3后的第2根，它是一个4号 K 线，3后为4号 K 线它的低点则是防守位。4号 K 线如果是仿包昨天阴线高点的阳线，那么就是一个买点。如果这一天它虽然收盘比昨天最高价要高，是仿包了，但是它是阴线，所以可以先不做买点。后续的买点就是等一根阳线，它的收盘价比昨天的 K 线最高价都要高，它就是一个买点。而我们会发现股价后续依旧是一个强势的上涨，这就是上涨回调找强势回调点而后启动的买点。比如大家所看到的，目前呢是纳斯达克指数5月份的波段上涨行情。我们看到这里股价上涨，是不是固比均线还是多头？高点为0被低点打穿，下跌打穿，它为1的低点又被下跌打穿，那么它为2。后续股价虽然低点也有被打穿，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一根阳线，所以它不算。直到有一根下跌的 K 线把2的低点打穿，它才是一个3号 K 线。3后的4呢为关键 K 线，4的低点作为防守位。而如果4号 K 线不是仿包3的 K 线，那么4呢不能买进。而后在4的低点之上等待一根 K 线收盘价比昨天最高价高，那么它就是一个强势波段的买点，后续大概率还能再创新高。我们看到现在，那么现在这里构不构成强势的一个买点一个低点呢？我们知道它是3号 K 线新值，4号 K 线作为关键的低点。好，4的低点是目前纳指美股关键的低点，而这个低点如果再被收盘跌破，就说明这个地方不是强势回调，而是一个趋势转折的概率更大。而当下有了一根收盘价比昨天 K 线最高价高的 K 线，所以这一天是一个低点确认的买点。那么我们在这一天后续，我们认为它能够去上涨，去看涨，能够去创新高，但前提在于4的低点它必须要守住，不能够被跌破。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4号 K 线的低点是多少？这一天是11月18号，低点是18672.3，所以这个低点如果后续再被跌破，那么风险就会延续，那么市场将会持续的下跌。所以这一天低点最好不要被本次的调整所跌破，这是关于新值的一个看法。我们同样呢可以看一下市场的资金，刚才说的是 K 线，现在讲一下市场当中的资金。下方的指标呢是 BBD， 阿哲呢平时用来看短线资金的指标，上方的固比均线则是看趋势。那股价在资金流动当中，你要关注一个点，就是市场在持续流进资金的时候出现的首次流出，以及在连续性红柱流出资金的情况下出现的首次的流进。那怎么去用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在连续流出后出现了首次的流进，那么这一根 K 线如果是一根仿包的 K 线，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激进型的买点。那如果这一天后续你不作为激进买点，你可以等待突破买，突破买则是稳健的右侧买点。好，我们再来看到这里，那如果你发现资金持续流进，而后出现了一天的流出，那流出 K 线如果是一根仿包的阴线，那么直接卖出；如果它不是仿包阴线，那么等待它的最低价被收盘跌破时卖出，就是这么简单的去使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比如前期这里纳斯达克指数也是持续的流进，而后有一天流出的 K 线，流出 K 线是谁呢？是这一天它有被跌破吗？它是一根仿包阴线嘛，它的收盘没有比昨天最低价低，所以不是仿包阴线，不用直接卖出。而它的最低价后续没被跌破，所以股价呢在这里只是洗盘，会继续的上涨。那你会看到连续资金流出了吧？这一天是流进的 K 线。好，流进 K 线它是不是一根仿包阳线？当天就是激进型买点。那如果你说这一天我不想买在激进的点位，那就等待突破买进，突破后股价是不是延续上涨？那包括这些点位股价出现了一天的流出了，流出 K 线不是仿包阴，那么就等待跌破之后看跌。
那么股价出现连续流出之后的再次流进不是这一天，是这一天再次流进，当天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那么它就是反包阳线，可以做激进买点，你也可以等待突破再去买进。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也是如此的，出现了一根的连续流出资金后的流进资金，这一天是异动的 K 线，这一天股价的低点它最好也不要去被跌破，高点只要被突破就是一个再次的看涨点位，再次的买点。这一天因为不是反包阳，所以呢不作为激进买点，如果收盘能够在后续突破它的高点，则作为再次看涨的买点，一旦这个信号出现，则说明前期的高点大概率会被突破。这是纳斯达克指数我们的第一部分讲解，关于3日新值反转和 K 线背后的资金表现。那么听到这里，不知道第一部分内容对你是否有帮助？如果你是认真学习的老同学，肯定是学过很多遍了，已经完全掌握了。如果是首次来到阿哲的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阿哲的知识点，那么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你可以把第一部分重复的反复的收听，未来你的个股分析、指数分析，它的回调低点你都能够轻松的把握到强势的买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第二部分内容。那么在此之前，阿哲还是想要大家帮阿哲一个小忙。如果你是一个老同学，那么希望阿哲的视频观看到这，你可以为阿哲点一个赞，支持阿哲未来的视频创作，给阿哲更多的创作动力。如果你是新同学，那么我们第一次的认识，阿哲呢也想大家帮忙点个订阅，成为阿哲的订阅粉丝，加入阿哲的粉丝大家庭。在我们下方订阅之后，可以点开这一个小铃铛，小铃铛点开全部，代表阿哲未来的视频所有的内容、所有的更新都会在公开频道给大家去发出消息提醒。比如说本视频发出之后，你会第一时间内收到阿哲的提示，可以来观看视频啦，我们就不会错过每一期的内容。那希望大家可以点击订阅以及点开你的小铃铛。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叫空间的点位测算。那么何谓点位的空间测算？纳斯达克关键的每日的顶底怎么去算？那么这是呢阿哲对于粉丝观众、订阅观众特殊的照顾。只要你是阿哲的订阅观众，在美股盘前你可以收到这一条助教老师所发给你的消息。那么这条消息呢是阿哲盘前基本都会去写的，上面提供的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面的分析和阿哲当前的观点，另外一个呢则是日内的重要支撑和重要的压力。这个所谓的高点是阿哲认为，如果市场处于正常波动，没有任何资金的异常操盘的情况下，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收盘价格。那么低点的支撑则意味着当天只要没有异常，那么它的收盘价最多也不会跌过这一个数值。这是每天阿哲都会给各位订阅观众所分享的点位。那么像昨天这个点位有被跌破吗？没有。昨天所预测的高点压力在这，低点的支撑在这里。那么虽然昨天呢，因为达哥的财报公布前，大家有所心慌，有所多空博弈，有很长的下影线，盘中也跌破了，但最后收盘还是在我们的预测的区间之内。所以昨天的位置没有明显的方向性选择。那么这一个方法其实很简单的去使用，我们看一下图中阿哲每天所给到的两个点位，高点和低点的支撑压力。如果你发现有一天股价收盘站在了预测的高点之上，那么则意味它是一个突破，突破则意味多头过于强势，后续容易持续性的收盘抬高，或者说高点抬高。那直到呢有那么一天出现了收盘价格跌破了预测的这一个价格的低点，那么说明空方极度的强势，已经有资金在明显的去看空市场，那么后续市场将容易转空。那么直到有一天出现了收盘突破我们预测的昨日的高点，那么这意味着我们认为未来多头重新变得强势，行情依旧看涨。那么这一波行情的看涨，直到这一天出现了再次跌破阿哲预测的最低的跌幅，那么市场重新风险释放。而在近期股价终于在此处，也就是我们在前天的时候出现了收盘突破阿哲所认为的最大的涨幅，那么这一天开始，阿哲重新在空间上看涨美股。而目前的股价最新收盘没有出现跌破最大的跌幅，所以目前
方向上、空间上依旧是看涨的。好，那么现在呢，阿哲给到了一个当天最新的点位，因为目前的行情阿哲觉得有点关键，所以就不单独的提供给我们的订阅观众了。今天开一个特例，不只是订阅观众，非订阅粉丝观众，今天这个点位你也可以看到，阿哲通过昨天的价格波动测算出今天所能达到的最大的一个涨幅和最大的一个跌幅。如果今天的市场出现收盘价突破这一个最大的涨幅，这说明多头强势，后续看涨。如果是收盘跌破最大的预测跌幅，则我们认为后续是看空的概率，方向会转折向下。这一个方法非常适合想要简单快速分辨市场风险、市场机会的同学。那么这2个点位你每天去关注好就行。那如果你说阿哲我是新同学，我刚订阅你的频道，今天刚刚来到你的频道收听你的视频，那么这一个消息，今天的点位我知道了，那以后每一天美股开盘之前的点位我怎么知道呢？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在下方评论区点击阿哲的置顶链接，找到助教老师。那助教老师呢，他会在每天盘前为大家去分享这一则阿哲所编辑的信息。那同时，如果你很爱学习，那么助教老师呢也会邀请大家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其实阿哲的订阅观众，你可以享受到阿哲的3个福利。那么第一个福利是粉丝群组福利。如果你想要加入群组，你需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个是你得要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这是最基础的条件。好，第二个是你得要是一个爱学习的同学。你在听了阿哲的直播课程之后，你至少做过1次的作业，那么这样的同学，助教老师会邀请你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阿哲日常会进行知识的答疑。那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盘前解析和点位的预测，这一部分消息会由助教老师给大家去发送啊，当然呢，阿哲也会分享到粉丝群组当中。第3部分是进阶的知识，内部的直播。我们所说的内部直播，就是每一位订阅粉丝你都可以体验的，都可以去收听到的。我们每周都会去进行一个排课，每周都有专门的课题。只要在下方的评论区点击阿哲置顶链接，找到助教老师，就可以有机会领取到这3份的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第2部分，有关于个股的解析，特斯拉和英伟达。特斯拉的时空技术分析，阿哲最近呢经常所提及。那么现在我们再做一个更新，先看一下时间上，特斯拉的时间变盘区间，阿哲最近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6天的变盘。你只要呢把前方这个低点，特斯拉 138.803 的低点做一个1号 K 线，那么后续每过6天作为一个变盘点，你可以画出这一个周期性的变盘窗口。而我们在直播中也讲过一个内容，就是这个变盘图的使用技巧，每一个窗口是6天的变盘，而如果市场当中每经过6个这样的窗口，将会迎接一个中期的变盘。那么我们看到图表当中，是不是从一个股价的变盘开始1号窗口到一个股价的6号窗口，它经历了6个窗口，也就是36个交易日，那么它就容易迎接特斯拉的中期变盘点。是不是这一个6的变盘点在一个中期的低点附近，而这一个6的变盘点也在一个中期的低点附近？那么像这一个6号窗口的变盘点是不是在中期的高点附近？那么阿哲最近一直在提醒，当前的特斯拉也在6的窗口附近。而目前我们来到图表当中，来到软件当中，阿哲呢为新同学再教一下大家怎么去画这个变盘图，其实它并不困难。我们找到这个低点 138.803， 那么特斯拉这个低点呢是在24年4月22号。我们打开这一个画图工具，画图工具当中找到一个画图线，叫周期线，把它的前一天作为起点，而后拖动到这一个高点，你会得到一个间距为6的变盘点。好，变盘点找到之后，我们来看到现在，那刚才阿哲是不是在图表当中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的6号窗口？好，新的6号窗口这附近我们会见到一个中期的变盘点，这个变盘点它基本上会将是后续大概是12到24个交易日内的一个中期的高点，或者说是低点。
而像现在的特斯拉，其实已经在新的窗口当中，在新的1号的窗口当中走了1天、2天、3天、4天、5天，而今天将是第6天。从这一个位置开始，它将是一个6合1的窗口。而在6合1的窗口，我们说过，那么这里将会见到一个中期的变盘点。那这个中期变盘点，它究竟是中期的高点呢，还是一个中期的低点呢？这就是我们现在你喜欢去关注特斯拉、喜欢特斯拉的同学，你要特别关注的一点。你究竟是做短线、做中线，甚至是中长线，你都应该在最近对特斯拉特别的关注，因为现在的特斯拉处于特殊的10日路口，它的选择将会影响到后续1到2个月的交易日的高低点。现在我们看到的图表，那么就是阿哲对特斯拉的一些点位的测算。这一个图表，阿哲在上周就分享过这5个空间的特斯拉支撑和压力位。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前期是不是出现了突破？而我们对于 308.19 是有效的强阳的突破，后续股价回调到达 308.19 后止跌，再次的起涨。那么阿哲有说过，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市场在走势对于关键的支撑位、压力位，它的突破是以跳空缺口的时候去突破，连续的2次都是跳空突破。所以阿哲认为，对于 308.27 这一个空间的压力，目前可以先定义为有效的突破。而近期连续的1天、2天、3天，它的收盘价格都是连续站稳了。之前我们说过33的原则，股价在某个支撑压力位上站满3天，已经可以表示大概率的有效确认。那现在呢，特斯拉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那阿哲认为，时间上我们得到了一个中期变盘的区间，而空间上说不定可以给到我们更加明确的中期顶底的判断。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价位，就是338.27和下方334.96，这个区间将是目前最为关键的特斯拉的支撑位，因为它连续的突破，目前有效突破的迹象。那只要这一个区间它后续不要再次跌漏，那么这里是一个中期低点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阿哲认为，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共振将会告诉你，这里是一个中期的低点。而观察的方向也很简单，只要这里不是出现一根阴线，有效的去跌破这一个区间的低点 334.96， 那么阿哲认为这是一个中期低点，特斯拉再次启动的行情。而反之，如果去跌破，则这里就是确认它是一个中期高点，后续特斯拉起码要再调12个交易日以上。那么现在对于空间上，阿哲再补充最后一点，就是如果这3天真的确认 338.27 是有效突破，那么在本周甚至呢就是今天或者说下周周1周2，它应该快速的能够到达 361.73 之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英伟达，关于英伟达的点位，阿哲近期是首次的分享。我们看到图表当中，像价格的中期的压力呢，主要集中在 154.28 和 149.99， 市场的这一轮上涨到此处并没能够去有效的突破，而后出现回落。在回落当中 141.1 作为有效的支撑，因为这一个支撑之前是成为压力，走过一次压力，后续回落之后再次的突破，这是一次无效的突破，一次有效的突破，所以这个支撑比较的强。在这一轮下跌当中再次有效，再次起涨。所以英伟达在财报发布后，阿哲呢不管大佬们怎么去看，我只关注在技术面上它有没有出现弱势的信号。如果市场英伟达真的完了，那么会快速的把这一个价位击穿，而一旦击穿，这里将是一个顶部的出现，而且是一个中期以上的顶部的出现。而只要 141.1 这个价位不被击穿，那么英伟达它再怎么去调，它都是一个假现象，都是一个机构为了吸筹而出现的打压洗盘，后续它会去挑战上方没有突破的压力位。这是对于空间上我们可以得到的目前一个很明确的消息。假如你是一位保守型的同学，那么想要看清楚后续的方向，
阿哲建议你在这个区间内尽可能少的去操作，或者说操作也是以短线博弈日内价格上的方向性选择，日线上的波段产生更多的时候，可以等待它突破 149.99， 而突破之后，那么它的空间就会慢慢的打开。一旦突破 154.28， 阿哲认为它将会很容易去达到 168.84， 这呢是我们从空间上阿哲所认为计算出来的。那么 141.1 则作为目前的多空强弱分界，跌破则彻底由多转空，不跌破则多头还有希望，这是一个波段的低点。现在呢，我们看到图表当中的英伟达，那么阿哲呢用这个实际的走势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固比均线是不是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的阶段？它的一个均线走势，你看一下，它是不是还是多头排列？那每一次的死叉是不是在低点附近没有出现走弱的迹象？我们看到这一天股价出现了死叉之后，是不是立马是一个低点？你说这不是机构的砸盘行为是什么？而后股价快速的突破它的高点，目前呢价格还没有出现死叉。那如果在后续又再次回落，又再次死叉的时候，你就可以关注了，那根死叉 K 线会不会又是一根砸盘的低点？我们也可以看到 BBD 这个净差的资金。那当前市场当中，我们说连续的流出，关注流进的 K 线。那前期这个流进 K 线是谁？前期的流进 K 线呢是这一根，它不是一根仿包阳线，所以不作为买点。突破之后看涨即可。那么像这一根也是流出之后的流进资金，是仿包阳线激进投资者做买入，而保守投资者做突破买进。那包括现在你看到这一天是不是也是一个流出之后的流进资金？那么它呢是仿包阳线，那么它就是一个买点。好，那么它的低点则作为当前重要的防守。那么你会发现，以这一个资金表现上的关键低点，它和我们刚才所说的141的重要支撑位是比较靠近的，因为这一天它的最低价是140.99，所以这个价位是一个相对共振的。不管从空间上还是资金上，它都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不能被轻易的跌破。一旦跌破，将是一个顶部的大概率形成。那么接下来阿哲讲一下比特币相关的个股。最近呢，我们所讲到的比较多的是 Coin 前期有讲过，这个地方是一个仿包买点。那么连涨几天之后，出现了三阳小顶，是吧？一根阳线，两根阳线，三根阳线，第三根实体在变短，跟前期一样，一根、两根、三根，第三根实体在变短。所以呢，这个位置容易走调整是很正常的。而当前的市场是不是还出现了一个负线，也就是创了新高，但收盘呢却是比阳线的实体一半要低的，跟它是一样的，创了新高，但阴线实体是比阳线的一个实体一半要低的，所以这里也是个负线。那么对于 Coin 来说，我们说过，在短期有收益之后，负线是获利了结的一个地方，所以 Coin 目前是观望，而不能够随便的去再做加仓买进，而且这里是一个获利了结的点，除非股价在今天继续反包 341.75， 则重新作为看涨的信号，否则依旧像前期一样，负线出现之后等待一根 K 线，而这根 K 线被突破则作为买进。所以 Coin 呢最好等一天，这一天是反包阳直接买，这一天不是反包阳，是一根普通阳线，普通的阴线，我们等突破再做买进。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 MSTR 呢也同样是有一定的风险性了，因为股价在上涨途中，它的实体是不是也是在缩小的？一根阳，两根阳，三根阳线，第三根阳线实体明显的比第二根缩短了，而且有长长的上影线，这是一个很容易遇到调整的三阳小顶。所以 MSTR 呢在这里你说再去买进，那么肯定不是的，它是一个获利了结的左侧区间，而右侧的卖点就是跌破这一个缺口，或跌破这一个阳线的低点，作为右侧的调整开始。那么除非在这一天之后再次一根阳线把这个长上影线吃掉，那么则作为它是一个上涨中继，后续继续看涨。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资金目前依旧是在流进的啊，虽然是长上影线，但资金流进的。
这个是还不错。像前面这个低点是不是下跌流出资金啊？这一天出现了流进，流进呢是仿包阳线啊，是一个启动点。包括这里是负线，负线后出现了一天的 K 线止跌突破，也是这一天作为买点。那买进之后有资金获利，遇到三阳小顶，则是左侧的获利了结的点位。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只和比特币相关的是 MARA， 在最近的行情走势当中，好像有了一些强弱的切换，像 Coin 和 MSTR 都纷纷走出了调整和冲高回落，而 MARA 呢，在前期相对走弱，回调到了中期的成本线之后，最近出现了2天的反弹。而在内部课程昨天的课程当中，阿直有讲过，昨天粉丝群组我们展开的内部课当中有讲过，这是符合一个低点模型的。而这个低点模型是不是在近期出现了一个反弹，并且在昨天构成了确定性较高的一个买点。而我们通过这一个股价的资金，它是流出资金，这一天是一个首次流进资金，刚好首次流进资金呢是收盘比昨天最高价高的 K 线，所以这一天作为买点。右侧投资者可以等待收盘再次突破之后，再做一个确认性买点。当然呢，这个买点最好不要是10日线，或者说长上影线，亦或者是冲高回落的阴线。你看到它前期很多时候都是用这种方式去洗盘的。看到这里，股价下跌，资金流出，而流进的 K 线是谁呢？是这一天，它是一根仿包的阳线，仿包阳线后，股价作为买点或突破作为买点，是不是也是如此去启动的？当然，这个指标它不是100%的，资金的流动有时候也会遇到骗线行为。比如说这一天资金前期流出，而这一天流进是仿包。如果是右侧投资者，这一天是没有买点，但左侧投资者这一天仿包买进，买进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突破，而是跌破，那么就记得要止损。包括前面这里流出之后流进 K 线是仿包 K 线，仿包之后价格后续的突破则作为右侧买点，左侧买点，右侧买点，这里是不是股价重新上涨？包括这一天也是流出之后的流进，同时是仿包，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洗盘的买点，连续出现了1次、2次、3次4次，包括现在5次5次当中，目前有1次是失败的有4次呢是成功的，基本也能够做到大赚小赔。那么现在你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够成功？现在我们看到个股是谷歌，那谷歌呢最近的趋势就比较弱了。它在上涨回调当中出现了库比均线的死叉，而死叉之后还继续的出现了跌破，虽然很快的站回来了，但是比起指数来说它是有所变弱的。而当下又再次出现了死叉，在指数还没有2次死叉的时候，它再次死叉了，所以谷歌目前慢慢的已经走为弱势个股了。来，我们看到这一天资金流出之后是不是流进的？所以从资金上来讲呢，这一天是一个仿包 K 线，所以这一天呢是一个买点。弱势股有资金的仿包买点，那么也可以去做，把它的低点呢作为防守，不跌破低点，我们看一下它大概率呢就能够缓慢的上涨，因为它是一个弱势个股。那比如说看到这里，是不是前期也是上涨回调，资金流出，这一天流进仿包之后，股价呢缓慢的上涨，它就很难走出像 MARA 那样短期快速波动一个呢是盘子大小不同另外呢是一个资金的短线，它是一个强势弱。通过个股比对，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弱势的个股。谷歌目前偏弱，但是有买点，买点是这一根阳线，低点呢做防守。那最后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呢比谷歌要强一点点，因为它是更早的进入到了一个多头的排列，市场是不是趋势是上涨回调，而后在中期成本震荡，那么在震荡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一波再次的上涨拉升，那么目前它有走弱的迹象，但是比谷歌强一点点。它的死叉 K 线在这一天低点没有被跌破，目前也是没有被跌破的，价格呢也没突破它的高点，而死叉 K 线之后它也没有像指数一样快速回复到我们再次的多头排列，它依旧呢是空头排列，依旧在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均线在死叉，所以它的趋势是比指数弱的，但是呢比谷歌强一点点，目前是没有明显的买点，没有仿包阳线，它的一个新值是多少呢？现在是0，
跌破之后数一的地方目前是到2号星值啊，目前呢还没有见到3号星值。那么市场当中这里的底部信号还不明显，这是亚马逊的解析。以上是阿哲本期的美股盘前行情解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对于个股上，特斯拉、英伟达，阿哲讲的比较明确。而比特币方面，除了 MARA 有所弱转强之外，像 Coin、像 MSTR， 大家要有所小心。谷歌和亚马逊则是日常跟踪，目前不作为主要关注的标的，因为趋势有所走弱。我们更多的可以把视角放在特斯拉和英伟达的中期选择上。美股目前所面临的考验就是这2只标的会否共同形成中期的顶部。如果2只重要的标的都形成中期顶部，那么美股的高点也就即将来临。希望今天的观点对大家能够有所启发，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